傅明星，我没名没分跟了你5年，但你心里只有许晴，那我们一开始何必纠缠在一起？这5年你不是应该很享受吗？从一开始我就跟你讲过，除了名分跟爱，我什么都能够给你。陆总远，聪明的女人是懂得如何摆上自己的身份和位置。我没有时间陪你哄你，挑一个你喜欢的买吧。小姐，什么事？老爷子多年不离世，柳氏继承人的位置正被你的堂兄柳如海那群人盯着。我说的够清楚了，我已经离开家5年，也改了跟母亲的姓，所以现在柳氏的事情跟我无关。哼，现在的小姑娘就是会走捷径。什么时候当上老板娘了，别忘了回头把我们提携一下。燕姐要是喜欢的话，就拿去。毕竟连同事聚餐的钱都要赖掉，剩下的菜还要打包回去当下酒菜呢。我呸！异色渗的小妖精，副总迟早有玩你的那一天。少说2句吧。本来就是啊，当婊子还想跟你牌坊。副总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出去了。站住！辞职的事你就别想了。我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了吗？算了，明秀，咱们都是老同学，小渊在你手底下做事，你应该好好照顾她才是。小渊，不如我们一起去吃个便饭，咱们叙叙旧吧。许小姐刚刚回国，跟副总应该要好好聚一聚，我就不到那个店头跑。哎，小渊，我知道你还在怨我。如果当初我知道你喜欢的人是明修的话，我是一定不会和你抢的。许小姐还是那么多愁善感，可惜我没有那个闲心想办法。明修，我只是想跟小安像以前一样做回姐妹。你来开始。明修，还是你懂我，在国外的这些年，我就惦记国内这口辣了。喜欢就多吃点。来，小月，你怎么不吃啊？就算是生我的气，也不要不吃饭。没有，我没有资格生气。也是啊，怎么能扫你们的雅兴呢？你这副样子给谁看？你满意了？我不明白你在闹什么。除了身份，我什么都给你。傅明星，这次我是真想跟你
哇，你又有什么资格跟我聊条件？所以你是想要继续跟许沁恋爱、结婚，然后背地里跟我苟且偷情？傅明修，你不能仗义我来，就这么作践我。哟，这不是骆秘书，好巧呀！想不到在这儿还能碰见。哎，走，我给你喝一杯。傅明修，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啊？副总，副总，既然今晚有美人作伴，那不如把骆秘书送给我一晚上如何呀？副总，你若是同意这件事情的话，世恒集团南城那块地皮，我说话还是管用的。既然王总喜欢，那就尽情享用便是。傅明修，你居然愿意为了利益，就把我转手送人？不然呢，骆总远，你不是一直想要离职吗？那就趁你在离职之前，帮公司拿下南城这个项目，也算是发挥到了你的价值。好，好，好，不愧是副总，那我不客气了。骆总远，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还不肯向我低头吗？明修，刚才是什么情况？你跟小渊吵架啦？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可是我是真的担心他。那你就跟过去看看，我让唐忠过去接你。唐忠，来富丽酒店一趟。你心里越是放不下那个人，我越要彻底毁了他。说实话，我这常务秘书很久了，早知道副总这么大方，我早就把你搞到手了。世恒集团的高管就是这样的败类吗？给脸不要是吧？我倒要看看你一会儿怎么装。现在就办了你！我的，你最好是有事儿。有个女人说是风秀呀。行，难道这小子要跟我玩阴的？怎么是你啊？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扰了王总的雅兴。难道姓傅的想后悔了，想要把送出去的东西要回去？王总，您误会了，确实是明修让我来的，不过不是把人要回去，而是怕您玩得不够尽兴，给您找一个更 peace 的地方。果然还是副总会情调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带走。哎，等等，王总您别着急啊，让我跟骆秘书再多交代几句，今晚可得让他把人伺候了。好。雪清，这到底是你的意思，还是傅明修的意思？是或者不是，又有什么要紧的呢？骆承元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不管是5年前还是现在，在傅明修的眼里，你始终是一条挥之即来、呼之即去的哈巴狗吧？5年前，你拿了傅家5000万的分手费出国，现在傅明修继承了公司，你就回来了。安你什么心思，谁不知道？就算我心术不正，但在他眼里他还是有我。至于你，连一个见不得光的情人都不好，那就上别人的床上去死吧。来人，把他给我绑了。王总，
小美人，你想啊！滚开！别碰我！还敢反抗？看我今天不把你收拾服了！你放开！你疯了是不是？妈的，疯女人！是，要死就一起死！快，开车！王总，这女的不会死了吧？妈的，我让你掉头！既然王总喜欢，那就进行响应便是。傅明秀，你好狠的心啊！小姐，洛岑渊。就像洛小姐我承担的项目的权限。陆总的意思是，您还缺一位秘书。吃了亏才知道怪吗？洛岑渊，我能来呢，可是已经给你很大的面子，你别得寸进尺。明秀，怎么是你？明秀，洛岑渊呢？都怪我没用。等我赶到的时候，小燕已经被带走了。我为了找到她跟那些人争论，还受了伤，结果也是无济于事。堂主，洛岑渊人呢？副总，我在富丽酒店找了一圈，只接到了受伤的许小姐，正要给你报备呢。废话，出动富氏所有人马，就算挖地3尺，也要把洛岑渊送到我面前的。洛岑渊5年了，你也该做回自己了。小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上次你说柳氏如今被我那个堂哥柳如海霸占了身。是的，小姐，您这是想好了要回来吗？老爷子一定会开心疯了。我决定回去也是为了我的母亲。柳氏有她的半壁江山，柳如海想要全部尽吞，那也要看看他那2两重的骨头够不够高。太好了，小姐，您只要肯回来就好，我这就安排下去。这个不急，我记得世恒集团是柳氏的子公司，那我应该有权利开除世恒集团的员工。当然，您是柳氏的少东家，您想开除哪个人，那不是随便玩玩吗？傅明秀、王经理，明天的招标会不要太惊喜。怎么还不过来？不知道啊，都这个时候了。副总，这招标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骆秘书人呢？竟然还敢对我耍脾气，看回来怎么收拾。副总，王经理，我借你的人呢？哎呀，别提这事儿，我还没怎么着呢，那小妞啊自己就跳车跑了，这事儿啊可不赖我。副总，这事儿您要是不追究的话，今天的竞标会啊好说。对，我问你，洛岑渊人呢？哎呀，副总，你找我？你没事啊？既然没事，不早点回来，差点就耽误了我的正事。赶紧把城南这个项目拿下来，将功补过。傅明秀，从今天起，于公，我不再是你私人秘书。于私，这张卡里有5000万，是这5年以来你给我所有钱和礼物的折现。我今天一分不动的还给你。
今天来呢，我代表的是穆氏集团。陆泽源，你什么意思？重新认识一下，我是穆氏集团穆总的秘书，洛岑渊。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搭上的？像骆秘书这么优秀的人，自然有的是人惦记。陆总，说起来还要感谢你割爱的。陆泽源，你别开玩笑。工作时间，我怎么会跟副总开玩笑？副总，冷静。如果您再这样的话，我可就要报警。哎，我说你们是不是搞错重点了？我才是城南项目的负责人，他洛岑渊再厉害，还不是得一样过来跪舔我？副总，不过是一个玩具而已，有的是。闭嘴！陆泽源，过来。副总，麻烦您对我的秘书放尊重一点。好啊，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还挺抢手。世恒集团作为柳氏的子公司，没想到管理层竟然这么混乱，就连你这样的垃圾也能混上负责人的位置。洛岑渊，你敢骂我是垃圾？哼！告诉你，在这儿我说的算，你还有穆氏，统统给我滚蛋！穆总，他王经理说的话算不算，还不一定。洛岑渊，你脑子是不是摔坏了呀？保安，过来，把这两个人给我拉出去！王敬烈，李总，哎，李总，您怎么来了？你公器私用、公报私仇、滥用职权，严重的损害了世恒及柳氏的形象和利益，被炒了。李总，这中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另外，我们还找到了你一些行贿受贿、违法乱纪的证据，警察已经在来的路上。李总，我错了，李总，我错了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这话你去跟警察去说吧。李总，不要啊，李总！抱歉各位，稍后会有新的负责人来接手城南的项目，竞标会照常进行。小袁，你真是料事如神啊！王经理人品不端，有这样的下场，早晚的事情。表现不错，骆秘书果然名不虚传，有你真是我的荣幸。穆总，应该的。走吧。原来骆秘书是攀上高枝啊，但是好歹也在富士干了5年，就一点都不留恋了。留恋什么？让我用身体给公司谋利的老板吗？我只是想……你想什么？富士靠着女人上位的手段，真是低级的让我恶心。陆岑渊，副总，他现在是我的秘书，还请您自重。陆岑渊，给我3分钟，咱们好好谈谈。放手！副总，您能忍痛割爱把这么好的秘书送到我的身边，我改日定会好好设宴重谢。但是现在，小渊他累了，我需要带他回去休息。唐忠，副总，给我去调查一下，洛岑渊跟穆秋帆是什么时候有联络的？是。副总，城南的项目十分重要，您可千万要想想办法呀。穆总愿意收留我，应该我请您吃饭才对。让富士1年之内增长5个点 GDP 的骆秘书能来帮助我，真是我的荣幸。这顿饭啊，吃得不亏。可我早就在春季的峰会上见识过穆总的能力，您这样说实在太谦虚了。你是在峰会上认识的我，可是我是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关注你了。是吗？我觉得您是很好的合作伙伴。好吧，小袁，你能来帮我，真是我的荣幸。咱们来日方长。陆岑渊，副总，他现在是我的秘书，还请您自重。
许静，云秀，我听说城南那个项目进展不是很顺利，我担心你。这间公寓的地址从来就没有向外人透露过，是怎么找的？云秀，你千万别怪唐助理，都是我缠着要。许静，我不喜欢自作聪明的女人。云秀，你误会我了。这怎么搞的？云秀，昨天我为了救小渊，惹怒了王经理那群人，结果牵动了旧伤。抱歉，刚才说态度不好，要不是5年前在实验室救小我落下的灵感，你也不……你别说了，当初救你是我心甘情愿的，就算是死我也愿意。瞎说什么傻话？好，那就不说以前了。城南的那个项目，我能找到更大的负责人，我有信心拿下。来，喝酒。刘总，久仰。你是谁？国际知名设计师许庆。不认识，没兴趣。那就聊点您感兴趣的吧。洛岑渊怎么样？你们几个都出来。你是怎么知道洛成渊和柳月的关系的？我跟洛岑渊在大学时期是很好的朋友，知道他改了姓回母姓，之前姓柳，剩下的自然就不难查。你来找我是出于什么目的？城南项目最大的投资人就是柳氏，如果洛岑渊顺利拿下这个项目，让他回到柳氏就更顺利。你想要干什么？刘总，虽然洛岑渊已经离开柳家了，不过他作为柳氏的合法继承人，肯定一直都是您的心病吧？我不信您私下没有立场。你想干什么？刘总，既然咱们有共同的敌人，那就是朋友了。如果您能让我拿下城南的项目，那洛岑渊那边我自然可以当您的眼线，这不比您私下调查要方便很多。明天下午把洛岑渊约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事成之后，城南的项目就是你。老板，这是您让我查的资料。木秋白，他跟洛岑渊什么时候有联系的？副总，洛小姐的资料被人刻意隐藏过，我要是查的话，需要时间啊。给你3天时间，你要是查不到的话，别来见我。是。什么？还有这种惊天大瓜？可不是嘛！听说小渊姐正在回来收拾东西，咱们快跟过去看看。外面什么情况？洛小姐回来了，在收拾东西。这是什么？你怎么不早点想我，宝贝？不是你自己说的，再也不要见到她了吗？怎么这儿也没有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你当这是？我只是回来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没什么问题。你跟莫秋白什么时候搞到一起的？傅明秀，你别把所有人想的跟你一样龌龊，可以吗？莫氏集团以仓养了叶许家，近5年才扩展大了商业板块，
但在 S 市的根基并不稳。那个木秋白能够给你什么好处？我愿意双倍给你。或者是说，你有什么条件你可以提。你不会以为我跳槽到穆氏是为了眼前的利益？我欣赏是穆秋白这个人，至少他不会跟下属发展成情人关系之后，又在面对利益的时候将其一脚踹开，去换取宠物。单从人品这一点，你就差了他一大截。至于其他的，我会在5年之内将穆氏发展覆盖整个 S 市。所以，副总，您就操心操心自己吧。嘿嘿嘿，副总，滚！滚！陆岑渊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陆岑渊，你都已经辞职了，还来缠着明修干什么？既然你放心不下，那不如拿个面子把你俩拴一起得了，省得他出来祸害别人。陆岑渊，你喜欢了傅明修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轻易放手？你这套欲擒故纵的招式还真够低级。那你可真是想多了，他傅明修也就在你心里是个谜，反正我可不行。你最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你是谁？洛小姐。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是能花钱买你的命。陆岑渊，是我。傅明修，谁干的？受伤了。还记得春的初心，我曾不安地张望。你张开双臂飞向我，牵我云海徜徉。明修，许小姐，这里是副总的私人办公室，你不好乱闯。傅明修呢？有事儿，不在公司。什么事儿啊？对不起，您无权知道，请吧。到底是谁？光凭许沁一个人，绝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胆子动我。小姐，你知道这是谁？谢谢副总送我来医院，我已经可以了，你回去。陆岑渊，你这是卸磨杀驴，我找了谁来帮你？小渊，副总也在啊。穆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小渊，你说你都受伤了，怎么不及时通知我个什么？这都是小伤，怎么劳烦穆总关心呢？谢谢穆总，我拿点药就能出院了。还是公司的事情比较重要，您先回去吧。不急，先把你安顿好了再说。副总，还有什么事情吗？你确定要跟他走吗？副总，我已经不是您的私人秘书，您现在这样做，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？副总，城南那个项目，咱们或许还能再争取一下。下周有个酒会，听说柳氏负责人也会去，但是什么？
也行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戏里头到底有几分本事。明兄，你放心吧，城南的那个项目一定是咱们的。徐倩，公司的事情我自有考量，你就别掺和太多了。为什么？我的能力不比陆清源差呀。快看，那就是陆清源，年纪轻轻就能周旋在傅明修和穆秋白两位大佬之间，这能力不一般呀。小渊，你怎么了？我听说你在这里，就顺道过来看看。这人多眼杂的，咱们换个地方说。既然不舒服的话，就早点休息。行，难得你关心我一次。虽然你现在还不愿意叫我一声爸，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我回来接手柳氏，是因为不想让我妈半辈子的心血付之东流，而在我妈被你情人害死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配不上父亲这个名号。陆总，你是不是一点都离不开我？傅明修，你在说什么呢？给我滚！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们都不知道吧？洛岑渊之前可是傅氏集团傅明修的小蜜啊，刚从公司离职不久，就勾搭上了穆秋白。这点小事儿就不劳烦穆总，我自己能解决。那柳氏老总都是能当他爸的人了，瞧瞧，就这还要上前凑，他有什么能力啊？估计啊都用到床上去了吧？哎，大庭广众下你怎么打人呀你？下次出门之前啊，记得把嘴巴擦干净再说，不然可就不是一个巴掌能解决的问题。小苑，再怎么说你们之前也是同事，你这样动手不太好吧？再说了，大家在一起共事还是和气生财。造谣是犯法的，你不知道吗？还是说你也想要挨一巴掌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走着瞧。小薇，需不需要把他们处理了？没事，这口气我已经出了。怎么了？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？你的唇膏。小薇，你刚刚去干什么？没什么。小薇，穆总对秘书可真是关心。正是因为副总做的不够好，所以小渊现在是我的秘书。这不是我那没良心的堂妹吗？妈，再那混不下去，灰溜溜的回来了。我在外面这几年的历练，只是为了更好的接手柳氏。倒是柳氏在堂哥的代为管理下，还没有倒闭，真是谢天谢地。洛存在，你5年前就已经离开家了，早就不是柳氏的人了。是啊，洛存渊只不过是一条被柳氏丢弃的丧家犬而已。柳氏集团真正的掌权人，还得是我们小刘总。婷婷，柳氏现在由我全权代理，你还没有资格回柳氏。你也说了，只是代理，我才是合法的继承人，还给你放权了5年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。你不错。刘若海，我还没死呢，怎么这么快就惦记上了？大伯，这些年你利用柳氏吃回扣搞关系，我可以不计较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我希望你摆正自己的身份。
小袁是我柳传雄唯一的骨肉，也将是柳氏未来的继承人。这可是 S 市的顶级豪门柳家，洛岑渊是柳家的千金，我没听错吧？怎么可能？原来他是你父亲。各位，今天在这么仓促的时间介绍了小女的身份，刘某改日定当专门设宴款待。行了，不是让你在上面休息。没事，只要有我在，我不会允许任何人欺负你。要是小时候你能及时出现在我面前，我肯定会很感动。但如今我需要你的时候已经过去了，带老爷子回去休息。刘总，那城南的项目，滚开！都是你害我！洛岑渊，为什么你非要挨着我的道？回来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误会你了，咱们谈谈。放开！我跟你没什么好谈。没听到他说不想吗？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，还轮不到你来插嘴。他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哎，够了！傅明修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行了，我今天已经很累了，你们二位自便。我警告你，别再纠缠。你的底细我都知道，下次跟我说话之前，记得尽量让自己够。好吧，我拭目以待。洛岑渊，你现在应该得意的很。石庆，我没有时间陪你在这抽。少装了！你现在不仅拿回了柳家大小姐的身份，傅明修还对你念念不忘，名声名家呀。那我为什么连我唯一都能得到的东西都要抢走？为什么？你疯了！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应该看水吧？大二那年的游泳课还是我拉了你一把，所以咱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姐妹。现在想想，真是后悔，当初就应该让你溺死在游泳池里。不好了，有人落水了！米笑，刚刚小袁他原本是把我推出去，结果他不会水啊！没事吧？你怎么学会了游泳啊？那不然呢？人不靠自己，难道要靠他人施舍的善意吗？那点善意，未来迟早变成吞噬自己的深渊。这次就当做给你教训，下次再摆这种不上台面小动作，会饶你。别笑！我让腾腾做的那什么？想要给你的小情人报仇，随时。小姐，要不还是我替你选好吧？没事，这个事情我会自己解决。柳如海那边肯定会搞小动作，你继续盯着。我就知道你会回来。洛腾渊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副总，我想在公司的时候，我已经把我们的关系强调得很明确了。今天回来，我只是为了拿回属于我的东西，不要再纠缠。我不同意分手。分手？
原来在你心里，认定我是在交往的，那许清又算什么？你只要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能够处理完一切。不必了，我现在的时间很宝贵，不值得浪费在你身上。你就这么想跟我针锋相对，就是为你那个心不大。陆子远，我是不会伤害你的，但是收拾穆秋白却是绰绰有余。傅明潇，你什么意思？小月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明白，我不会轻易的放手。我们之间这5年的感情，在你心里真的能够断得这么彻底？傅明潇，你少自大。副总，不好了，因为城南那个项目，公司的股东们吵得不可开交，这次恐怕连傅老爷子都惊动了。控制好局面，我马上过去。我就说城南那个项目，你不惜让我现身也要。原来背后有老爷子顶着。上次的事情是个误会，我只是想让你主动向我低头罢了。傅明潇，你刚刚说我们有5年的感情，的确不假。那这5年来，对我可有过片刻的珍惜？你不想放手，我也理解。毕竟谁突然之间失去一个免费的保姆，都会不适应。既然你想跟我继续纠缠，那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，甚至城南的项目，我也可以交给你。你说什么？给我当3个月的地下情人，把我这5年来尝过的滋味通通领略。这个项目就是你的。我就知道，傅明潇，从今往后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你不要再来纠缠。既然你想玩，那我就陪你。好。你放开我，在公司呢。你放开！放开！罗总监，作为一个合格的情人，是没有说我的权利的。傅明潇，你一直都这么想我的吗？从你决定跟我在一起的那一刻起，你还不清楚自己的身份。傅明潇，你这是在拿自己做诱饵，赌我会不会再次爱上你？既然你自愿上钩，那我也让你尝尝那种滋味。副总，城南的项目可是块肥肉，没拿到项目，总得给大家一个说法。就是，这件事必须有个解决方案。说的不错，傅明秋，自从你接手了傅氏以来，公司的 GDP 确实大幅增长不少，但是每次都是大起大落。我们董事会这帮人都是跟着老傅总一起打拼的，不能任由你胡闹。好，大家都说得很好，所以你想怎么样？既然城南的项目都已经废了，依我看，为了让众董事安心，
副市应每年再多分5个点的红利给董事会，这个要求不过分。谁说城南的项目费？洛岑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签合同。所以，协议是什么想法？到底是什么协议能让世宏回心转意？不会是把富士给卖了吧？副总，这个项目牵涉到公司的利益，您签了什么协议，我们有权知道。我把自己卖给了他，有问题？有问题。副总还真是会开玩笑。我们还是去谈谈合同细节。你到底在发什么疯啊？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，任何补偿面积都有价格的总是。你知道什么是地下签约？它意味着这段关系见不得我，就像曾经的你。看来副总并不懂得如何当一个合格的经理，还需要好好调教。真是疯。陆小姐来了呀？怎么，今天副总要包场了吗？是我自己玩，你去叫2个品相好的过来。啊什么？陆小姐，这副总要是知道了，我可不好交代呀。我消费，你办事就行。对了，我今天晚上过来玩的事情，不要告诉付明星，知道吗？是。你在喝酒？别吃葡萄。洛岑渊，你怎么敢？呀，副总呀，你快玩啊！还不快滚！你这把人都赶跑了，谁来陪我？不是要我当你的情人吗？一个你还不够。谁说我只有一个情人？你我虽然是契约关系，但是我从来不干涉隐私生活。你自然也管不上我。想当我的情人多了去了，我用不惯，当然可以。你都没试过我当情人的滋味，怎么对谁都不好？不过只是个你来我往的某一场，在我难为你欣赏着南方之事实证明，不管是之前还是现在，你都很。副总，我知道你，你别来劲，我这里不去。傅明秀，不许去！这就忍不了了，我可是忍不了你。刘总，谁又惹您不开心了？刘总，你怎么还有脸来见我？刘总，之前的事情都是误会，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陆秦明回到柳氏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做梦！以为我在柳氏5年是白活了？报过这事儿。罗总，我就知道您还有手段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您尽管吩咐。
你干什么？你说要帮我，那就帮我先谢谢我吧。副总，城南那边的项目遇到了一点麻烦。什么事？明星，你终于肯接电话了。我在公司楼下呢，以前他不让我进呀。我这边有工作要处理，不方便让你过来。听到了没有？我可是傅明修的女朋友，你们未来的老板娘，敢不让我进去，我不看人家的东西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没有总裁的吩咐，我无权放弃。小袁姐，您来啦，来处理点事情。小袁姐慢走。等等，小袁，我来陪明修吃个饭，刚好咱们一块上去吧。这里又没有观众，你就没必要再演了，也不想演。洛岑源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？难道你就不装吗？前脚刚刚跟傅明修宣布决裂，现在又成了合作客户，天天往公司跑，你安了什么心谁不知道？把手机还给我。你这套欲擒故纵的招式，未免也太低级了。我告诉你，不管你使用什么招数，明修的心里永远只有我。徐庆，我警告过你，如果你再来找我，绝对不会。明修，可算见到你了。怎么了？都怪我不好，上次在宴会上落水的事情，可能让小袁误会了，他打骂我俩别是应该的。你打他了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打他了？证据呢？明修，徐小姐，你说我打了你，这个证据恐怕你也取不到。不行，要混了。而且动机呢？我好端端的打你干什么？明修，城南的项目出问题了，你知道吗？唐忠，哎，带他下去休息。是。我跟你们一起去吧。带走。许小姐，走吧。城南的项目对世恒来说很重要，麻烦副总多把心思放在工作上。我们已经小半个月没见，他这一次来只不过是想要那个……你不用跟我解释。你怎么老是这种无用的飞错？副总，你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。别忘了，你我现在的生活。副总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儿？那个城南聚集了一批钉子户，跟工人们打起来了。赔偿？副总，他们只不过是想多要一点赔偿金，您不用亲自去一趟吧？现在是什么个情况？他们的领头的头部受了点轻伤，已经送医院了。看来我还是有必要亲自去一趟。等一下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赶紧往过来！我跟你说，过来，听我的！凭什么承认？凭什么凭什么知道城南村是怎么来的吗？反对城南开发，反对城南开发，现在不是动啊！动一下，我们试试。副总到了。过来，说的老板，哥几个还围起来。你在车里等。副总，咱们要不要叫一点？他们人少没必要，事情闹大，影响不好。李龙是吧？有空过来聊聊吗？迪哥，你可不能一个人去啊！这帮开发商最奸诈了，你去了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。你们是心里有鬼是咋的？就在这说，否则免谈。对，
是有什么条件还没满足？尽管说。我开的条件怕你们给不起。怎么说话的啊？我们副总这是好好跟你说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来啊！有种就把事闹大，吃亏的是你们。我说你说条件。我们村每户人家必须要拿到2000万的赔偿。副总，这个村我调查30间，每家赔2000万，下面基金全部都得拿进去，根本就是赔本的买卖。看来对方还是走了一步。没钱就赶紧滚！对，赶紧滚！地是我们的，难道你们要强拆不成？等等，大家说完屋子，有什么事儿我们好商量。骆先生，这帮人摆明了就是想讹钱，你有什么好办？这是红会医院的袋子，关你屁事啊！您别紧张，我是想说，您有个女儿得了白血病，正在医院接受治疗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咱们在谈拆迁案，你谈我女儿干什么？您别紧张，我是想说，如果你女儿的医药费上有什么困难，我们可以援助你。不用了，前2天我已经筹集到善款了，医药费也已经付了。看来有人提前下手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会解决。他们真是讨生活的人，各有各的难处。我们虽然在做生意，但绝对不能丢了义气。这个工程款就先放了，单凭雨龙和这几个村民，应该不会明目张胆的付出。我们这个幕后的主使角色。所以你这手好像踢到竹子。他们现在去工地找你了。爱人，您放心，我李龙在，绝对不让他们动一寸土地。陆承恩，看你以后怎么跟我斗。就在这儿。请问你是李朵朵小朋友吗？我是你爸爸的朋友，叫我小莲阿姨就好了。我不知道你会喜欢什么，就买了一些小女孩子喜欢的东西，你喜欢吗？谢谢小莲阿姨，我很喜欢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想对我闺女干什么？阿姨送给我的。闭嘴！谁让你乱拿别人东西的？你有什么事冲我们来就可以了，这孩子发什么脾气啊？滚！这里不欢迎你们！你要是敢碰他试试。我爸爸，没事，快放手。李先生，我们来这儿说没有任何目的，你肯定是不信的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们只是来找你谈判，没有任何恶意。好，外面谈。我的情况你们也都看见了，好不容易给朵朵凑够了住院的费用，那个人唯一的条件就是城南村的那片地，我是一分我实在没办法让。其实我也理解，但是我想让你听听我的条件之后再做决定。据我调查，城南村现在共有20多名留守儿童，因为你们常年在外务工，家里无人照看，导致他们生活得很艰难。你想要说什么？如果你愿意让步的话，不仅你女儿的医药费可以得到解决，还可以帮助更多的村民。城南村的项目顺利开发之后，
我们会建立相应的学区，去解决这些孩子上学的问题。这应该是困扰你们村子最大的事儿了。我想，作为一村之长，你应该懂得如何将城南村的利益最大化。怎么样？杨总算是答应了，我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傅明秀。明秀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就抽出一顿晚饭的时间陪我都不行。你想吃什么？我都想，你定。让我猜猜，你今天准备了什么？抱歉，最近在忙城南的项目，没抽出时间来买礼物。哦，这样啊，那我们先吃饭吧。什么事？副总，还是你先说吧。你去订一个品牌包，然后送到福利大厦。明秀，让你破费了。是。副总，李龙那边打算让步了，赔偿款还按咱们之前的价格走。说什么？千真万确，副总，咱们什么时候再开工啊？怎么了，明秀？明秀去哪儿？你又去找洛岑源那个贱人。你怎么敢来找我？是不是迷上我？刘总，我知道您在准备一件大事，或许我能帮到你。你知道什么？您别紧张呀，我是真心想要帮您的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因为咱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啊。既然你现在已经对城南的项目下手了，那不如一不做好好学，干脆和洛岑源一起。这不玩我是不是？我要真敢动洛岑源，柳传雄能轻易放过我吗？刘总，你可不能这样想呀。现在柳氏的实权大部分都还在您的手里，只要能干掉洛岑源，就没有威胁。不错，你说的不为道。那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哪个杀人刀的？等来了，我要休息。你不是给你的小学生许庆吗？还找我干什么呀？这是喝了多少酒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。你给我从我家出去！哎呀，这还想让我出去？傅明秀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呀？你的心里为什么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呢？陆岑源，也许我的心里早就只有你一个人了。你知我跟许庆的错，是不是真的你心里还有？不是我难得的男人，就该去进猪笼。哎呀，难得，是真难得啊！
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是在尽一个亲人应尽的义务吗？契约守则第1条就是对雇主绝对的忠诚。不好意思，傅先生，你的协议作废。小袁，你心里还有我，对不对？小袁，我很小的时候，我母亲就去世了，我就亲眼看着我爸跟另外的女人重组了家庭，他们有多爱我就有多恨，所以我可能根本就不懂得如何去爱一个人，也从未觉得有谁能够真正的走到我的心里。我要小袁。小姐，大人都走了，咱也回家吧。待到这医院多不吉利的，这不是小孩子该待的地方。走吧。我也没有亲妈。吃会儿糖吧，嘴巴甜了，心里也就不苦了。傅明秀，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一直追着你不放？其实我……是不是陈楠的项目又出什么问题了？是李龙的女儿被绑架了。我能去哪？刚才不是说好1分2个？我去找狗头，你在工地上等着。这些事你就交给下面的人去做就好了。行了，有这功夫，我早就找他了。不说了，工地上有什么情况，都通知我。又想买凶杀人了？有了上次的教训，告诉泰拳白雪。妈，带走。傅明修，姓穆的，怎么是你？我想问你，小袁出事了，他现在应该在柳如海手里。你凭什么信你？我知道你们城南的项目推进的不顺利，为了帮助他，我一直在暗中调查。当然，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是我没有必要拿小袁的性命跟你开玩笑。唐仲，副总，有消息了，最新的定位在校区的一座烂尾楼里。准备好请个人，莫总。是。我们老大交代了，只准傅明修一个人上来，不然就撕票。咱们还不知道对方多少，不能贸然行事。就凭你自己，能保证他的安全吗？当然。真是让我好等啊，副总。是柳如海吗？他给你多少，能给你双倍。可以啊。但我不是为了钱，我就是看不爽。你一直认为用钱可以解决一切，那就看看你这次能不能买他俩的命。明江，你救救我，我不想死！许静，你怎么也在这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多顿喝了没咖啡，醒来就在这儿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钱我都已经备好了。你想要多少，你只要开个口就行。我说过了，钱买不了他俩的命。副总，选择权交给你了。是。
傅明修，别怕。明修，求求你救救我吧！你别忘了，你还欠我一条命呢。当初实验室爆炸，是我发布不危险救了你。求求你了，我真的不想死。放他！你听到了吗？小袁什么也不是，他心里一直都是，他就是能让一个女人坚持15年的感情，真是可笑。既然副总做出了选择，那就真是可惜了这个娇美的小脸。我现在就送你下地狱！住手！别碰！是吧？别碰！小袁，我还活着呢。放心吧，没事了。傅明修倒是来过几次，他……我不想见他。你也不要太怪他了，也许他是觉得我距离你比较近，所以由我来救你比较方便。我懂，但他还是把更大的风险留给了我。说到底，他也没那么爱我。穆总，傅明修又来了。傅总，我们也是秉公办事，你也不知道。小渊现在并不想见你，我会亲自向他解释。你为什么在最关键的时刻放弃他？从那一刻开始，你就已经没有了资格。没有放弃他，我是相信你确保他的安全才做出的选择。什么叫确保他的安全？在那种情况，我都没有办法保障，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。走，让我进去跟他解释。我告诉过你了，小渊现在并不想见你，你现在能给他的只有是伤害。秋白，我想单独跟他谈。小渊，放心吧，我有分寸的。山南那个项目的后续，我会交接给吕晨，我们之间不会再有任何的交集。你先听我解释，这些都是因为我欠他。还有什么好解释？你已经做出了选择，我也不想再依靠任何借口去自欺欺人。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，我心里彻底的清楚明白了，我心里一直只有你。好不好笑啊，傅明修？你心里能够同时装下那么多女人，这么廉价的感情，我不稀罕。我心里真的只有你，也都是你。别碰，傅明修，就算我求你了，你放过我行吗？我还是病人，需要休息。那我改天再来看你。被迂回是我所有的去向，今后我与自己流浪，得不到更完美，犧牲世界只懂仰望你，才知代價不菲。快尝尝你還是你，明日與他一起，浪漫奇情中算合情合理，無暇望我秒速呼死。即使再喜歡，仍然高攀不起，沒有資格去承認愛你。你的他長存不死，過老人隨手可得，怎可以比？我叫傅明修。恭喜留禮，哪有人念記？只需將瀟灑忍痛告別你。洛承认，洛承认，我知道你在，你就给我10分钟，
就10分钟就可以。洛腾渊，副总，您快回去吧，小姐她不会出来的。我就等到她出来。傅明修，你又想干什么？小渊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副总，我们现在这样的关系并不适合交情，你有什么话就赶紧说吧。他怎么在你这儿？你那天来公寓，就是为了找他吧？是又怎么样？现在已经没有你了。对不起，小渊，我不知道你对我的感情开始的这么早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怎么就那么傻？是啊，为了一块头给你纠缠了这么多年，真是太可笑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跟你重新开始，咱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傅明晓，如果在没有发生那件事情之前，你跟我说这样，我会死。但现在，我不想再做。仍能令你为我牵挂餘生，偉大到慈悲也使人無法誠懇豁達做偉人，恕我狠心，無限大方非愛人，有真心，才難偽裝自己遮蓋良心，你就當我小氣殘忍，餘情未了，終於記恨。我講真。怎么这么烫？深酒气。明修，把这喝了，喝了再睡。小月，别走，小月，别走，小月，又睡了。宋岑源，如果我怀了傅明修的孩子，傅太太的位置就只会是我。你这辈子都没想得到。明修，你醒了，要不要吃点东西啊？你怎么在这？明修，昨天晚上你发烧晕倒在公寓门口，是我扶你回来的。滚出去！明修，昨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发生。明修，这可是我的第一次，你怎么能那么绝情？做没做什么，我自己心里清楚。徐静，你别仗着自己有几分小聪明，就把别人当成傻子。明修，你在说什么？就算我们昨天晚上没有发生什么，可是我不眠不休的照顾了你整整一夜。闭嘴！徐静，我欠你的都已经还清了，不要再来纠缠我了。纠缠？傅明修，你是要彻底跟我划清界限是吗？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。傅明修，既然你要毁了我们之间的感情，那不如就此彻底。大二那年实验楼爆炸，救你出去的人根本不是我。你说什么？是洛岑渊，他不顾危险的救了你，我只不过是趁着你们俩都晕倒的时候救了救护车而已。你呀，就像个傻子一样，被我骗了这么多。明修，洛岑渊一定恨死你了吧？这都是报应！你找死！我就成全你！放开我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！滚！问过李龙了，给他钱的人就是柳如海。柳如海，他也心情压不住了，
既然敢用我，早就压不住了。我怀疑之前2次也是他做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都帮你。从一段失败的感情当中走出来，当然是专心搞事业。为了柳氏，为了我自己，我都该主动出击了。好，我支持你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副总，网站的事情已经查清楚，是刘若海做的。不过他已经找好了替罪羊，看来咱们在明面上是动不了他。咱们要不要私下解决？先不急，敢对小云动手，我肯定是饶不了他。哎呦，老爷，你都看了一上午了，小姐回来之前肯定会提前通知的。你不懂，他现在终于愿意回来看一眼了，知道吧？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对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老爷，家宴已经准备好了，要不咱们……老爷，小月，要不咱们先吃饭吧？走，小姐。小月。尹叔，您坐下跟我们一起吃吧。我就不做了。老爷，坐下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您爱强迫人的毛病还真是一点没变。小袁，我知道你是因为你妈妈的死，这些年一直还在怨我。别提我妈。爸知道，你小的时候给你造成那么多的伤害，可能我这一辈子都没法弥补了。不说这些了，现在只要你还愿意回家就好。我这次回来，只是不希望你跟我妈辛苦创立的江山被他人窃取。好，不愧是我柳传雄的女儿啊！明天我就正式举办一场宴会，邀请 S 市的各界名流，正式给他们宣布你是柳氏集团掌权人的身份。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这里。今天我举办这个宴会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给大家介绍我的女儿，也将是柳氏唯一的继承人洛岑渊。各位晚上好，能从父亲手中接管柳氏酒中丹，将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我希望能与各位达成良好的合作。小袁啊，今天能看到你独当一面的样子，我也就可以安心的退居二线了。好你个柳传雄，为柳氏任务这么多年，你亲闺女一回来就迫不及待的召回，既然不是神，就别怪我不义。是的。洛小姐，有兴趣要这日吗？不好意思啊，秋兰。上次我就写了封辞职信，就不告而别了。无妨。如果你要是继续顶着柳氏继承人的身份给我当秘书的话，那我才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这样顺理成章的换一种身份相处，对吗？什么？比如说男女朋友。我现在还没有谈恋爱的打算，你以后不要开这种玩笑了。罗小姐，我副总，我和洛小姐还有点私事，给我5分钟，我有话要说。不好意思，我对你要说的话不感兴趣。副总，在这碰钉子也不是个事儿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比起以前我对他的漠视，这又算什么了？怎么样？刚上任，事情还都处理得过来吧？还行吗？我今天早上去了秘鲁金融局，告诉了他你接任柳氏的事情，想必他的在天之灵应该也会欣慰吧。你来找我到底想做什么？不妨直说。也没什么事儿，你如今已经回到柳家，是不是把姓氏改成柳姓了？这样在外面才好说些。那是我的事情，跟别人有什么关系？他们怎么想，关我什么事？就算别人不会说什么，但你改回柳姓那不是应该的吗？再说了，你坐在柳氏 CPU 的位置，我再说一遍，我接手柳氏是为了我的母亲，跟柳氏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。爸，你怎么了？爸！柳先生本身就救急缠身，这次急火攻心，怕是回天无力了。他身体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差了？小姐，老爷2年前就得了胃癌，这几年强撑着一口气，就等着你回来。说是这样，走得安详些。胃癌？那不是还有康复的可能吗？我去找世界上最好的内科专家联合会诊，肯定能治好的，对不对？小姐，我做老爷的私人医生有20多年了，他的身体状况我最清楚。您还是趁早准备后事吧。小姐，现在还不是伤心的时候。老爷重病的消息恐怕已经被传出去了，我怕公司那边刘如还会有动作。你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些？副总，你家住海边吗？管那么宽？就算你不原谅我，也不用这么刻薄吧。我对讨厌的人一向如此。你要是不想自讨苦吃的话，那就离我远一点。我知道柳伯父病重，你心情不好，但是我担心柳如还对你不利，对你不好。副总有那个闲工夫的话，还是多操心操心自己吧。没想到老天都在帮我，只要柳传雄这个老东西一死，区一个落枕冤，根本就够不着。刘经理，坐错位置了吧？哟，我们骆总还有时间关心这个呀？你再不拿出一个方案来，我们柳氏的股票可都要跌停喽！是啊，自从老总得病登上头条，各家公司都在撤资，你最起码拿出个方案解决吧。是啊，大家先听我说，我知道我刚接手柳氏，
根基部，大家对我有意见也都很正常。但是，各位也都是柳氏的老员工了，公司能走到今天，也有大家一半的心血。这个是我对公司以后的工作规划，还有老总病重对外影响的避险方案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哟，想不到小小的年纪对公司的业务竟然一点都不生疏。这个方案我们几个都没有意见。那柳经理，你怎么看？既然各位股东都觉得很好，我自然没意见。好，今天会就开到这里，大家先去。小丫头片子，敢跟我斗！既然如此，我就让你彻底翻不了身。李叔，让我来吧。小姐，老爷要是醒来，不知道有多高兴。会醒过来的。李叔，你先出去吧。好，小姐。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会害得你一病不起。其实，我可能早就没有那么恨你了。但一想到我妈的死，就难免有些怨气。你放心吧，公司一切有我盯着你，你就安心养病，早点好起来。阿波，看到你这个样子，我还真是不忍心下手。要怪，也只能怪你妈柳氏的传人，亲自动手了。住嘴！怎么卖成这样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李晨，别为难他，只要我想见你，谁都拦不住。你现在这一副明知道会被对方讨厌，却还硬着往上贴的样子，不觉得很可笑吗？任何带着真心的坚持都不可笑。我以前是不懂，但是现在深刻的自己经历了一把这后呢，才知道了当初的滋味。傅明秀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忍？小姐，不好了，老爷他怎么了？你快说呀！老爷他去世了。小姐，我陪你去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凌晨3点。怎么会这么突然呢？一点就找到你。死因医院正在排查，估计和老爷的病情有关。小姐，老爷很早给我一封信，说是他不在了，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。老爷，小姐来看你了，老爷。你们都先出去吧，我一个人静一静。好。老爷，
小渊，岁月不饶人啊！一转眼你都成大姑娘了，现在你终于愿意回家了，但爸爸的时间却不多了，可能是老天爷对爸爸的惩罚吧。在你小的时候，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，我不知道自己还剩多长时间能看着你成长，能成长独立一面，成为柳氏的继承人。但是爸爸相信你，我很贪心，总想着能陪你再久一点。要是能看着你嫁人就好了，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让我以父亲的名义送你出嫁呀？爸爸，我错了，你起来好不好？如果你也走了，我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我求求你了。我回家了，你睁眼看看我，你起来呀，爸！爸，小月，我不是你走了，你就让他安心。陆云兄，怎么办？我爸爸走了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我一个亲人都没有了。不是的，还有我在。爸，小月，不要这样。小月，小月，医生，医生！醒了，医生说你背伤过多，没什么大碍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那你好好休息。你跟我出来一下。刘老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，再有任何情况记得随时向我联系。首先，对于大伯的死，我表示非常的悲痛和惋惜。其次，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发布会。老总的离世，对于我们柳氏来说是不小的冲击。我们董事会一致决定，柳氏 CEO 一职再确认新的人选。什么？柳氏的继承人不是洛晴月吗？怎么这么快就换人了？你还不知道啊？据小道消息，老刘总就是被陆晴月气死的。下面将正式宣布，由本人正式接任柳氏 CEO 一职。慢着，洛岑渊，你还敢来？于情于理，我都是合法的继承人，我为什么不敢来？原本我是不想家丑外扬，但是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就没必要跟你留任何脸面。我大伯就是被你活活气死的，非要把柳氏搞得破产为止吗？你既然已经姓了你姓，姓骆，但柳氏的一切事务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来人，把这个不孝女赶出柳家！我看你们谁敢动她！刘总说的对，即便我不姓柳，但柳氏也轮不到你来说话。各位董事都是柳氏的老人，想必你们也都知道，柳氏的第一笔融资就来自我的母亲骆文英，同时，她也是柳氏除了我爸之外最大的股东。所以，不管从哪方面来讲，柳氏都轮不到你来掌权。好啊，那我就要看看你能把柳氏带到哪步。是啊，骆总，不是我们不相信你，柳氏如今真的在经不住打击了。不是这样，我们签一份对赌协议，如果3个月内你能帮柳氏拉到3个亿的投资，我们所有人都心服口服的把柳氏交给骆岑渊，你敢吗？3个月挣3个亿，我签。
当然，3个亿而已，我帮你。小袁，我也可以。就不劳你们费心了。先不说大家都知道我们关系不浅，就算靠你们拉来的投资，也没有什么说服力。另外，这次我想靠自己。可是单靠你个人，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达到这么大的批投资？我相信他的能力。不管怎么样，今天都要谢谢你。李成，通知公司所有的财务，明天开会。是。我还有事儿，就不聊了。公司的账上为什么会出现10个亿的亏空？你们这些账到底是怎么查的？骆总，这公司的账目就摆在这里。就是啊，一个大公司有几个亿的资金链缺口，不是很正常。行，你们先出去。李成，俺们过来。看来公司有很多人已经站队了，把柳如海踢出公司以后，得大清理一下。是，你说的没错。只是，这将近10个亿的亏空，看样子柳如海提早就下了一盘大棋。还没吃饭吗？尝尝这个苹果。怎么样？甜不甜？哪来的？是李龙。他知道柳如海利用他女儿来欺骗，让你被绑架的事儿，所以呢，特地从老家带了我过来赔罪。你有没有想过呢？把这个苹果园变成一个新的项目？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，所以我提前做了苹果园的考察。我多少还算是帮得上忙，我知道你还没有办法原谅我。但是我会等，这个项目可以先稳了。谢谢你，不过我还是需要考虑一下。你还有什么难处啊？尽管跟我说。宁笑，这毕竟是我们柳氏的内部争斗，跟你没有太大关系，你还是不要插手进来的好。顾总，你也别往心里去，我们骆总也是有的，所以，我才不会让他自己一个人撑着。小月。你怎么神出鬼没？我看你这脸色，是不是又熬夜了？你怎么来了？这张卡上有10个亿，够你暂时补上公司的资金缺口，接上新的项目了。10个亿，这可不是小钱啊！你不会是从你公司套的吧？没关系，富士没了这笔钱还是照常运转，你就当做是入股了新的项目。我没跟你开玩笑。柳氏如今的处境，在 S 市内大大小小的公司都避之不前。你还上赶着跟我合作，要是被郑董事知道了，肯定又要大做文章。但我相信你的能力。我都不相信我自己，你把这么大的赌注压在我身上，也不怕赔得血本无归啊？你呀，我比你自己更相信你。你赶紧振作起来，不然可不像我认识的罗增远。骆总，
这里有份文件需要您处理一下。你先出去。是。还真是没色物。小姐，我们到了。小姐，傅明修遇上麻烦了。3。找我吗？你为什么要做那么冒险的事情？你是在带走过房子？我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，不过我确实是被老爷子赶了出来，短时间内呢也没有办法接手公司，所以现在也就只有你能够收我。傅明修，你在 S 市内有那么多房产，干嘛非要赖在我这儿？对不了，我现在可是身无分文，你不会想让我的豪宅里面再分子吗？是啊，小姐，副总也是为了您才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如果你帮他的话，那是不是太不仗义了？对呀。哎，李成，真要住我这儿？他不住，是我要住。行，看你表现。傅明修，你每次的蓄意接近，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不肯放手，给彼此一个痛快？小远，这次我绝不会再放手了。醒了就过来吃饭。怎么了？不用了。你不是最讨厌油烟味的吗？记得之前每次回公寓给你做饭，都得洗完澡才能接近你。那是以前，我现在只想让你看到我的改变。话说，现在直播带货流量挺高的，我们或许也可以试试。那你有什么想法？我觉得可以把李龙的苹果园打造成一条产业链，从苹果到苹果酱再到苹果汁，都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卖出去。行，那我让唐中跟李龙对接一下。真的？嗯。那我去找李晨，去找几家传媒公司。哎，我等会儿，粥都没喝两口。哎呦，我急着换衣服。就一口，就一口，这么辛苦，不得喝一口。好，喝完了。哎，慢点啊！以这个果园的规模，加上我们公司的运作，日收1000万不是问题。日收1000万？虽然直播带货是近几年才火起来的，但目前的形势，大网红日收1000万太正常。更何况我们公司是头部的传媒公司，运作起来也更有保障。那希望能够跟贵公司有一次完美的合作。好。什么？个废物！为什么等红10万个公众号？愿这辈子也想翻身。看来直播带货真的很有搞头，这才3天的时间，收益就已经突破2000万了。小姐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
有顾客反映，果然的苹果质量不达标，吃了有腹泻的情况。直播间已经被封禁了2个号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们果园里的苹果都是经过检测的，绝对没有问题。看样子，应该是有人在背地里搞鬼。说的没错，是刘若爱搞的小动作。你找到证据了？唐庄还在进一步的调查，但是对方很谨慎。他们敢在背地里搞小动作，看样子是非得逼我出手。小姐，是李管家的电话，说有重要的事找您。李叔，好，谢谢。李叔，您怎么来了？小姐，我这次来和老爷的死有关系。什么？你们先出去吧。喂，刘总，这边也有新情报。李叔，您现在可以放心说话。我一直觉得老爷的死很蹊跷。那天回去以后，我突然想到，老爷卧室里面有个针孔摄像头，里面的录像一定能看到老爷去世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李叔，您带来这个信息非常重要。小姐，今天晚上我给你讲的这件事，千万不要让第2个人知道，以免打草惊蛇。好久不见，你说你想干什么？听说去找陆子渊，还说柳传雄的死蹊跷，这么说你是有证据啊？啊呸！老爷对我恩重如山，我一个字都不会跟你说的。我不说没关系，不过你的家人，尤其是你那个小孙子，估计要遭殃喽。你有什么冲我来，别碰我家人。再不说，我就把你小孙子的手指头一根一根的剁下来，知道你说我。喂，我说，老爷。这老不死，敢骗我！原来在这儿，真是我找。放开！有点本事啊！不是你，我爸可是你亲爸，丧尽天良！嗯，是我的气都得被踢开。你既然这么想，还原吧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
手机应该有定位，我发给你。我已经回不了头了，要怪就怪你自己，干嘛不要回来多吃这口肉馅？你放开他！有什么条件你可以提。傅少对他上心啊，就现在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！不要！再考虑要不要放过我。快跪啊！别笑！哈哈哈哈哈哈明秀，明秀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就好。我们现在都没事了。明秀，谢谢。都这个时候了，小心！明秀，放下！明秀，明秀。明秀，明秀，你怎么样？明秀，你怎么样？别怕。明秀，明秀，明秀！放心，父亲服完任务，那没事。陆小姐。刚送进去，还在手术呢。就是你，让明秀受的伤。哎，你怎么说话的？什么叫我家小姐害的？放肆！这位是我们富士集团的老总，也是副总的父亲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伯父，明修确实是因为我受的伤。哼，早前我就听说他放魂，拿了10个亿给你窟窿，更是连命都不要。如果这次明修能同你请进，也算他命大。你们以后就不要再有任何的联系。伯父，哎，我不希望明修醒来之后再见到你，失去了我，马上给我离开！你算了，我们先走。小姐。为了个女人，把自己搞成这种样子，真是丢我傅家人的脸呀！老爷，其实傅总和罗小姐这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，我都是看在眼里的。怎么？你到教育局我来了？不敢。听他说的什么？傅总，他好像在叫陆小姐的名字。哼，这点出息！伯父，您就让我进去看一眼吧，确认他没事我就走。明修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期，我不希望你们以后再有任何的纠缠。我，宋克，老爷，还是让陆小姐进来了，说不定有助于傅总的恢复。闭嘴！还轮不到你爱出我的出！您别为难他，我早就是。心在呼唤，黑暗中只有你给我
小月，有空吗？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我打算接受家属安排的联谊了。怎么？自从看到傅明修为你挡刀的新闻之后，我就知道我算是彻底出局了。但是总觉得没有亲眼看到你穿着婚纱的样子特别的可惜，所以你愿意为我试一下？我真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让你穿着婚纱我拍一张照，这样我也就算彻底放下了。小月，顾总，顾总，你可算醒了。陆腾源呢？还有没有受伤？副总，你先别。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那个女人？她就是个祸水，只要有我在，就绝不允许她进我傅家的门。小袁是我这辈子认定的人，既然你没有办法接受他，那你就重新培养一个继承人吧。你能为了他连傅家都不要了吗？在前20几年，我一直都是你为傅家培养的工具，但早在你看不起我的时候，我的能力就已经拓展到了海外。我知道你很在意公司那10亿的缺口，但我已经用海外公司的资金把进去，我自己帮了我老婆，我没有傅家的1分钱。以后不管你有多大的意见，都不准你为难他。陆腾源，好你个没良心！我在医院生死未卜，你这就把婚纱给穿上了。别误会，我已经有未婚妻了，而且我叫小袁出来，只是单纯的想留个纪念。你看，有什么好纪念？我的人你少惦记。我什么时候成你的人？早晚都得是。我已经做好了拉长期战线的准备，你这辈子就别想摆脱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我不想再让别的男人惦记。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顾总，你刚刚不是还说要做好拉长线战斗的准备？这就成气气。刘胜呢，如今刚起步，我的人生啊，未来还有无限可能，才不要被你戒指套牢。没关系，我这辈子有时间给你耗着。